大家好，我是不愛放大招的大招。今天咱们聊個重磅消息，駐日美軍野鼬鼠中隊正式啟動換裝，首批4架 F-35A 隱身戰機已經在3月28號落地日本三澤基地。這可不是臨時輪換，是永久駐紮。最終要湊齊48架，全面替換掉原來的36架 F-16CM。好家伙，48架5代隱身戰機定在了咱們家門口，專門幹那野鼬鼠，也就是壓制。摧毀咱們防空雷達跟導彈陣地的活兒，這事兒往小的說是美軍換裝備，往大了說這是把一把隱身尖刀直接架在咱們脖子上。很多人一看 F-35就覺得這玩意兒天下無敵，隱身就是無解。但今天呀，我就用咱們歼20加殲36加紅旗9B加東風這一套反制套餐，告訴你，隱身在咱們這套組合拳面前就是個笑話。先看 F-35的野鼬鼠神話到底有多嚇人。先給大家把這個威脅底褲扒下來。美軍這次換裝核心是野鼬鼠任務，這個代號從越戰就有，說白了就是踹門。戰爭一開始先派飛機去把對方的防空眼睛、耳朵、拳頭全給砸了，為後續大部隊開路。以前三澤基地的 F-16CM 幹的就是這個，但 F-16不隱身，用它來踹門，咱們老遠就能看見，能打回去。現在換成 F-35，性質就變了。F-35的厲害之處在於它是天生野鼬鼠，它的隱身設計能讓雷達反射面積跟一只小鳥差不多。它內置的電子戰系統比 F-16外掛吊艙強得多，能悄咪咪地定位咱們的雷達。它還能掛 AGM-88G 反輻射導彈，專門盯着雷達打。48架 F-35永久駐日意味着什麼？意味着美軍在第一島鏈有了一支全天候隱身化、專業化的踹門部隊。他們的目標就是咱們東部沿海的防空網、機場、導彈陣地。一旦開戰，這48架 F-35就是第一波來捅咱們的眼睛。更狠的是，這不是孤立的，日本自己也在買 F-35，加上駐韓美軍關島的 F-35，整個西太平洋美軍正在編織一場隱身戰機的天羅地網。很多人看到這兒，可能心裡就慌，完了 ，F-35來了，咱們防不住。別急啊，孫子兵法早就約過，知己知彼，百戰不殆。咱們先看清 F-35的弱點，再看咱們的反制手段。F-35確實強，但它不是神，它有3個致命的命門，就好比這回伊朗都能把它打下來。這就是咱們破局的關鍵。第一，隱身不是全波段，是偏科身。F-35的隱身主要針對的是戰鬥機火控雷達、防空導彈制導雷達常用的厘米波、毫米波，但對於米波雷達，它的隱身效果就大打折扣。為什麼？因為 F-35的機身尺寸剛好跟米波雷達的波長形成了谐振效應。簡單來說，米波一照 ，F-35就像一個巨大的金屬槍體，會把雷達波放大反射回去。1999年，南聯盟就是用老舊的米波雷達擊落了 F-117隱身戰機，打破了隱身神話。咱們中國早就吃透這一點，咱們的米波反隱身雷達早在2013年就成功在數百公里外鎖定過 F-22，技術世界領先。F-35在咱們的米波雷達面前就是皇帝的新衣。第二個，機場是死穴，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廟。F-35再能飛，它也得落地加油吧，裝彈維護。48架 F-35永久駐紮在三澤基地，這個基地在哪兒？就在日本本州島北部，離咱們東北、華北也就幾百公里。這個距離對於咱們的東風系列導彈來說，就是在家門口。東風15B、東風16射程覆蓋三澤。東風17高超音速導彈更是無法攔截。美軍把48架 F-35集中放在一個籃子裡，這在兵法上叫啥？聚而殲之，是大忌。F-35的隱身是在空中，但它在地面就是一堆昂貴的鐵疙瘩。只要咱們的導彈能砸到三澤基地，這48架 F-35要麼被炸回在跑道上，要麼根本就不敢起飛。第三，體系作戰，缺了眼睛就是瞎子。F-35的強大離不開整個美軍體系的支持，衛星、預警機、電子偵察機、數據鏈，它自己的雷達為了隱身不敢長時間開機，主要靠被動接收跟數據鏈共享信息。這就意味着 F-35是體系中的節點，不是獨行俠。一旦咱們打掉它的預警機，干擾它的數據鏈，壓制它的衛星通信， F-35就會變成聾子、瞎子，隱身再強也沒用。總結一下， F-35的隱身能騙得過普通雷達，但騙不過咱們的米波反隱身雷達。它能在空中躲，但躲不過咱们導彈對機場的打擊。它單打獨鬥厲害吧，但離開了體系就是待宰的羔羊。好了，
威脅跟弱點都分析透了。接下來咱們進入最精彩的部分，中國反制套餐。我會把歼20、歼36、紅旗9B、東風這4大殺器串成一套天衣無縫的組合拳，讓 F-35的隱身徹底失效。第一計就是伐謀，用強大的威懾讓美軍不敢輕舉妄動。美軍把 F-35放在三則，就是賭咱們不敢打日本本土。但咱們的東風系列導彈就是釜底抽薪之計，你不是要踹我們門嗎？我先把你的出發陣地給一鍋端了。東風17高超音速導彈速度10馬赫以上，現有防空系統全部無法攔截。東風26射程覆蓋關島，能打第二島鏈。48架 F-35在三則基地就是固定靶，只要美軍敢动，咱們的導彈就能讓三則基地變成一片火海。這就是不戰而屈人之兵的威懾力。再看咱們的反隱身體系，無中生有，讓隱身現形。咱們構建的是全域反隱身網，天上有預警機、電子偵察機，地面有米波反隱身雷達、紅旗9B防空系統，海上有055大驅、海紅旗9B，這就像天羅地網。F-35無論從哪個方向來，都會被發現。36計裡的無中生有，不是真的無而是讓敵人以為你沒有。其實你早就布好了局。F-35以為自己隱身，殊不知他的一舉一動都在咱們的掌控之中。第二計以正合以奇勝，歼20加歼36空中列隱身。孫子兵法釋篇裡，凡戰者以正合以奇勝，正面硬剛，側翼包抄，奇正結合，方能取勝。對付 F-35咱們的正兵是殲20，奇兵是殲36，這兩款戰機就是 F-35的天生克星。殲20擒賊擒王，空中格鬥之王。殲20是咱們的重型隱身制空對戰機，對標 F-22，比 F-35更擅長空戰。殲20的隱身性能絲毫不輸 F-35，甚至在某些方面更強。F-35能隱身，殲20也能，大家都有隱身層面，誰也別想占便宜。還有機动性碾壓，殲20有壓翼加全動垂尾，超音速巡航跟機動性遠超肥電 F-35。近距離格鬥 F-35根本就不是對手。還有就是先敌發現，殲20的有源相控陣雷達加光電分布式孔径系統，能在 F-35發現它之前就鎖定目標。殲20的任務就是擒賊擒王，在天上直接獵殺 F-35。你 F-35不是來踹門嗎？殲20就在空中等着你，來一個打一個，來一雙打一雙。說完殲20，還有殲36，是咱們的空中隱身多用途戰機，可以理解為縮小版更靈活的殲20。它的優勢在於數量多、成本低、部署靈活，可以大量裝備，跟殲20形成高低搭配。殲36的任務是暗度陳倉，利用隱身滲透到敌方防線後方，打擊 F-35的預警機、加油機、電子偵察機。前邊說了 ，F-35離不開體系，殲36就是專門去捅它的體系眼睛。預警機一炸 ，F-35就成了瞎子；加油机一炸 ，F-35就飞不遠。這就是打蛇打七寸，從根源上瓦解 F-35的作戰能力。第三計避實擊虛，以逸待勞。紅旗9B地面守株待兔。F-35的強項是空中機動，弱项是低空近距離突防。咱們的紅旗9B遠程防空導彈就是專門守在地面，以逸待勞，等着 F-35送上門。紅旗9B是咱們國產最先進的遠程防空導彈，射程超過260公里，能打飛機、導彈，反隱身能力極強。紅旗9B也採用主動雷達加紅外複合制導，能有效對抗 F-35的隱身跟電子干擾。低空攔截 F-35為了躲避雷達，經常會低空突防，但紅旗9B的低空攔截能力非常強，專門克制這種戰術。紅旗9B不是單打獨鬥，它跟咱們的反隱身雷達、預警機聯網，一旦雷達發現 F-35，紅旗9B就能瞬間鎖定，快速發射。這就像守株待兔，F-35千辛萬苦飛過來，以為自己隱身。結果一進入紅旗9B的射程，就被導彈盯上，想跑沒門。第四計連環計全面壓制，空天地海一體化，讓你的隱身無所遁形。咱們對付 F-35就是一套連環計，天上殲20、殲36獵殺，地面紅旗9B攔截，東風導彈踹機場，反隱身雷達全網監控。要做到這些第一步發現，米波反隱身雷達、預警機24小時不間斷掃描，讓 F-35無處遁形。第二步威懾，東風導彈瞄準三則等基地，讓 F-35不敢起飛。第三步攔截，紅旗9B在地面織網，F-35趕來就給你打下來。
第4步獵殺，殲20、殲36升空，在空中圍獵 F-35。這4步環環相扣，層層遞進。F-35無論怎麼選都是死路一條，不起飛被導彈炸在機場，起飛呢被反隱身雷達發現，低空突防被紅旗9B攔截，空中格鬥被殲20、殲36吊打。同志們，今天咱們把美軍48架 F-35永久駐日這個事兒，從威脅到痛點，再到咱們的反制手段，給大家講透了。F-35確實是一款先進的戰機，但它不是無敵的。它的隱身在咱們的反隱身體系面前就是一層窗戶紙，一捅就破。它的野鼬鼠戰術在咱们东风導彈加殲20加紅旗9B的組合拳面前就是以卵擊石。這波操作48架 F-35永久駐日，看似來勢洶洶，實則是黔驢技窮。它恰恰證明了美軍在西太平洋的優勢正在快速消失，只能靠先进的装備來維持面子。重點是伊朗現在都打下來，據說至少2架 F-35，你覺得你來幾架夠中國打的呢？東明豺狼鹿爪牙，鐵鷹40入營花，望平隱形七華夏，豈知龍威震海峽。犯我中華者，雖遠必誅。我是不愛放大招的大招，下期再見。